这次我们将带着大家前往2个纽西兰美丽的峡湾，一个是世界知名的8大奇迹米佛峡湾，而另一个是比较冷门的道佛峡湾。这段旅程会是怎样的体验呢？哪一个峡湾我们会更推荐去呢？嗨，我是嘉欣，我是阿 Sir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旅行饕客。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从 Queenstown， 然后要出发去 Milford Sound 的路上，然后下很大雨。我们的第一站是米佛峡湾，为了亲眼目睹它的壮丽，我们选择了自驾前往。现在在开往米佛峡湾的路上。很多人都是搭那种他们自己那种 Real Indy 还是什么之类的观光车过来的，从 Queenstown 或者是在 Beyond 那边坐。对啊，你自己开车也是比较有弹性。我想要在这边停下来看风景就看风景。今天的天气似乎不太给力，阴沉的天空下着大雨，更令人紧张的是，前方竟然还封路了。然后我们等下看看到底 Milford Sound 那边怎么样。然后刚刚我看是他是说什么路有风。终于在漫长的等待后，道路重新开启，我们的心情也随之松了一口气，赶紧继续前行。车子沿着山谷蜿蜒前进，雨水早已不是落在车窗上，而是顺着高耸的山壁汇成无数条细流，非常壮观，一条接着一条，几乎每隔10几公尺就出现一次。我们开车了4个小时多，我们大概7点半对，上路开到现在快12点。终于来到Milford Sound的停车场了，所以我们等下走去搭船的地方。下好大雨，还有停完车后一定要记得缴费哦。抵达米佛峡湾的码头，时间已经有点晚了。我们原先预定的是 RNZ 的游船，但很遗憾的是，因为当天天气不佳，所以船班被取消了。虽然没有录到当时的画面，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情况。当时真的觉得蛮失望的，毕竟开了几个小时的车程，难道就这样白费了吗？原本呢我们要坐这艘船的，但是呢他说今天天气不佳，所以呢没有出去，因为他说外面的环境很不好。然后所以我们换到那一次，所以等下2点半我们才去坐。在这里，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开始就可以直接考虑搭乘 Soften Discovery 的游船。他们的船是双体船的设计，相对来说更加的稳定，在天气不佳的情况下，开船的几率也比较高。有一只鸭子在那个车上面。这人家房子好漂亮啊！那在搭船前，我们先到附近的餐厅吃了午餐。回到游客中心，我们看到了一只 Weka， 大家一定要停下脚步看一看纽西兰的特有种。就这样，我们幸运地搭上了前往米佛峡湾的游船。虽然天公不作美，下起了雨，但这场雨却是米佛峡湾必须的养分。米佛峡湾一年有超过180天会下雨，是世界上最潮湿的地方之一。下雨可以说是这里的日常。刚登船不久，船窗外就可以看到雨水汇聚成无数条壮丽的瀑布，从陡峭的悬崖上倾泻而下，水雾缭绕，宛如仙境一般。有的细长，有的粗壮，有的直接从云雾里砸下来。船长会透过广播介绍沿途的地形与历史，让我们更了解这世界第8大奇迹的米佛峡湾。
最后我们还是忍不住往甲板上跑，虽然全身包紧紧，但还是被吹得湿透。站在甲板边，整个峡湾像一座大型的自然剧场，背景是灰蒙蒙的天空和层层山峦。这种极端天候下的壮丽，并不是每个旅人都能碰上。我们有点狼狈，但也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场不可能复制的壮丽景观，这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。就在船驶进一处岸边时，导览员告知我们有 Fiordland Penguin， 几只身形圆滚滚的小企鹅站在沿岸边，像是雨中出巡的小守卫。这种企鹅只分布在纽西兰西南角，属于全球数量稀少的种类。3只、4只、4只，那边还没1、2只，那一个完事。看来就是看这个企鹅。能在这种天气中看到，算是一种意外的奖励吧。我甚至要说，如果可以选择，一定要在雨天来米佛峡湾，你绝对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。那种磅礴的气势，真的是任何晴朗的天气都无法比拟的。回程的路依然是大雨不断，但我们此刻的心情已经与早上出发时不同。刚才经历的峡湾、瀑布，还有稀有的企鹅与海豹，都像是这场雨刻意送给坚持走完这段路的人的礼物。接着来的另一个惊喜就是我们发现了一只 Kia， 它飞到我们车旁的照后镜上，一脸若无其事地打量我们车内，像是在审视我们有没有准备带午餐给它吃一样。告别了壮丽的米佛峡湾，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提亚努。抵达提亚努已经是傍晚了，我们又再次坐不成去看那个什么萤火虫了吧？因为那边好像就是它的那个什么冷冻产房。对啊，所以就没有得。我们算是下午有坐到另外一艘去米国了，不然我们就只能今天完全失败到完。好吧，现在我们去找东西吃吧，终于可以好好去找东西吃了。原本期待的萤火虫洞行程，却因为当日大潮水位过高，临时取消。当下虽然有点失望，但也体会到旅途中有很多事情不是照表操课。今晚来吃披萨，哇，这种不一样。来喝一喝看这是什么 The Brain Dream。这个披萨好好吃哦，它的 cheese 的味道好香哦。怎么样？很好吃哦，很香哎。它气质说是那个什么莫扎雷拉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它整体的上很香，它烤得很香，它是炉烤。早安！昨天我们以为没有东西吃了，因为我们要去上船，我们就买了一个微波食品。今天变早餐了，因为昨天晚上船被取消。这就是我们的早餐，它是羊肉，对，微波7、8分钟就可以长这样。图片长这样，感觉还不错，蛮香的。13块纽币一个，也没有很便宜。然后我们 check in 的时候，他有给我们一罐牛奶，所以我们也看他们给的牛奶跟我们那种牛奶的时候不一样，蛮香的、啊，牛奶味。再喝一下我们买的市售牛奶。对，市售牛奶喝看，有差，这个味道有差，这个味道有差，这个比较喝出来是工厂，这喝出来有一种新鲜挤出来的感觉。今天我们要去睡在船宿，今天天气超好。它其实这个哨是叫多佛哨，那它跟米佛哨其实蛮相近的那一种，但是我们这次选择船宿来比较一下，看这两个哪个比较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先吃早餐，羊肉还烫烫，还不错，很像外面煮的那种，只是样貌看起来没那么好看，更好吃。如果真是想要没时间，全部餐厅都关了，可以买这个来吃。这餐厅很早就关了，你要找一家餐厅可能没有关了，又很多人，因为大家只剩那几家没关。其实我觉得当晚餐也是，但是有一点少啦。
这个优格还不错吃，我们昨天有吃过，大家有机会可以试试看，也对肠胃蠕动很不错。那昨天我们去了弥佛上之后，我们就到提亚努这里来住一晚。那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一下我们住那一晚的那个motel 呢长怎么样子。首先这是一门进来这样子，然后我们车就停在那一边，然后那个是 reception， 然后就是这样。这里有一个沙发，然后一个暖炉，昨天开了进来就非常暖，很贴心啊。这里的就是 motel 的主人，然后这里就厨房吧，然后有桌子，然后这里就是一些洗碗啊或煮东西的地方，然后冰箱也蛮大，有冷冻的跟冷藏的。然后这个 oven microwave 也是非常的好用，就是早上微波东西，然后也蛮大的。然后外面就是窗户，很亮啊，这里透光天啊。然后里面有很多杯子，很多啊，应有尽有，什么你要什么都有。你看烤面包机啊，然后还有煮的啊。厕所呢，我觉得这里就有一点冷，它地上会有一种冷气进来。所以超冷的。然后这是我们的马桶，对，木质的，也是蛮冷的。对，这里整间洗澡是一种煎熬的感觉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房间，然后它是3个床的，然后那双人床，这是单人床，然后这样子一眼望去，房间的话比较冷一点，暖气在外面。然后这个是衣柜。我们饭店外面长这样子。然后环境的话，就还蛮漂亮。然后那边就是湖边、海边，对。然后这后面就是雪山，这样子，很漂亮。今天天气超好。好，我们要准备出门了。我们现在来到湖边，就是我们motel旁边的湖边，然后 Real&Z 在这旁边。然后太好凶了，这一只。我们在 motel 用完简单的早餐后，就迫不及待地前往另一段旅程 Real&Z 的 Dofo Sound Cruises 到佛峡湾的2天1夜船宿。准备去搭船，然后这里就停在一个他们的停车场。这就是要搭船的地方。哦，你看他们跟搭船出去的那种，去看这个Dofo Sound，很舒服的环境。我们就雪山。办理完报到的手续，我们在码头简单的享用一些小点心，点了一个苹果派，然后还有一个茶，还有一个 berry and chocolate 的堡。首先，我们要搭乘游船横渡风景如画的 Lake Manapouri， 之后再转乘巴士，穿越美丽的 Wilmot Pass。Lake Manapouri 的湖水清澈宁静，周围围绕着茂密的原始森林，景色非常迷人。下船啊！接着，巴士蜿蜒穿梭在 Wilmot Pass， 沿途可以欣赏到壮丽的山景和茂密的雨林。这条山路是为了道佛峡湾水力发电工程而建，也是纽西兰最偏远的公路之一。经过一段水陆交通的接驳，我们终于抵达了 Deep Cove Cruise Terminal， 登上了我们即将入住的住宿船只。啊，上船嘞！我们选择了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欣赏着窗外的美景。工作人员亲切地向我们讲解了一些安全注意事项，并安排了我们的房间。好，我们来给大家看我们的房间，船的房间。那我们的船呢，就是长这样，一眼望进来就是一个床，然后外面就是Dofo Sound，超美的。然后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里旁边呢，还给一个就是放东西吧，还要给耳塞、副耳塞，这
蛮贴心的。然后这什么？电暖器哦，电热毛巾架，给吹风机，全身镜，当然还有厕所，我们自己独立的厕所，不用跟人家 share 的厕所，这样子。然后马桶，然后镜子那些，洗手台，很不错啊，我觉得。这个还蛮不错的，这个体验。我们预定的是最上层的海景套房，房间虽然不大，但设计非常实用，尤其是这一片对着峡湾的窗户。我们这里还有给那个纽西兰很有名的巧克力。午后的阳光意外的寒冷，哇，冷哦！但是我们还是端着热可可，静静地看着船只前行。峡湾的山壁几乎是垂直的，一层层像被刀切过的痕迹。这些都是冰河在几万年前雕刻下的结果。这里的风景不会令人感动炫目，却有一种压倒性的力量，一不小心就会看得出神。在我们的房间外面，然后就可以放我们的热咖啡、热巧克力在这里喝，然后这边看出去，哇，超漂亮！我们现在是搭船，船上有2种可以选的活动，一个是我们选择的搭乘快艇，另一个则是独木舟 kayak。我们搭乘快艇，跟随着船导深入探索峡湾的奥秘。船导非常专业地为我们讲解了这里的生态环境与地理特征，让我们对这片原始而美丽的地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下次有机会再来，一定要尝试独木舟，相信那又会是另一种独特的体验。结束了快艇游览，船员们端出第2轮下午茶。哦，这是我们的下午茶，这是鲑鱼吧？然后这是肉，看起来很好吃。这时船只正准备驶向道佛峡湾的出海口，也就是与塔斯曼海相接的地方。都可以看我们现在在哪里。这是我们船，然后就在这个 Blanket Bay。是底舱嘛，是主舱嘛，然后上舱嘛，它最上面是我们的房间， bridge deck。但看起来我们房间是蛮大的。汽油！很幸运的是，我们还看到了 Fiordland Penguin 正在回巢中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提醒大家，如果容易晕船的话，一定要提前服用晕船药。原本我们满心期待道佛峡湾的壮阔景色，因为在峡湾与海洋的交界处，风浪会比较大。我们撑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投降，回房吞了晕船药，倒头就睡。那段时间完全失去意识，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差点就错过了晚餐。这一趟真的是用身体记住了道佛峡湾的洗礼啊！休息到傍晚，船已经停驶在相对平静的峡湾内。我们被叫到餐厅享用晚餐。晚餐端上来时，我们其实没什么胃口。餐点非常丰盛，有海鲜，有烤牛肉。最后甜点上桌，一口巧克力布朗尼配上香草冰淇淋，还有起司蛋糕配上蓝莓酱和草莓，突然让我们味觉苏醒。晚餐后，船上的自然向导为我们讲解道佛峡湾的生态知识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，建议大家一定要参加，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这片独特生态的系统知识。然后黄野雀也是蛮稀有的，是2000只而已。讲解结束后，别忘了到甲板上欣赏这里令人惊叹的星空。由于没有光污染，道佛峡湾的夜空纯净而璀璨，无数的星星如同钻石般的闪耀，美得令人窒息。第2天一早醒来，船停靠在峡湾深处，窗外被雾包围，像在云里。餐厅早餐依然是满满一桌，还有各式谷片和水果。但我们经过昨晚那波风浪后，胃口还没有完全恢复，简单拿一些面包和果酱，静静地看着窗外的峡湾缓缓苏醒。窗外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，峡湾笼罩在层层云雾中，视野仿佛打了柔焦。这样的天气其实才是道佛峡湾最常见的样貌。
潮湿、宁静，带着点神秘的气息。反而是我们前一天下午那段阳光普照、蓝天白云，据说一年可能只出现几天，也更珍惜此刻这湿润的真实感，仿佛这片天地正在逐渐回归它本来的姿态。昨天我们是从这里出去，然后去看这些地方，然后睡觉是在这里，对吧？然后再出海，对，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昏了，太晕了，直接躺在床上吃晕船药。所以这里真的是，但这里应该是蛮多生物在这里，企鹅啊、海豹啊，然后再回来。随着我们吃完早餐，船驶进一个被高耸山壁包围的小峡湾，水面几乎没有波纹。船长缓缓关掉引擎，船瞬间变得安静无声，只剩下雨水滴落、远处的鸟叫声，以及偶尔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。这也是道佛峡湾为什么被毛利人命名为 Pati 宁静峡湾。所有人放下手机，连呼吸都刻意放轻。这几分钟里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大自然在低语。那一刻，我们真的明白了，这趟旅程的价值，或许不在拍多少张照片，而是在这样难得的沉浸里，让身心彻底的放松。我们现在就差不多要回去，我们从豆腐上回去那个，对，回去他的码头。对，码头了。要准备再坐车、再坐船回去，整个行程算还不错，还蛮值得的。对，他是一夜包你晚餐、早餐，还有中间有一些点心啊，什么下午茶什么的。而且这里我觉得它的可以看到的东西也蛮多的，只是我觉得上船之前一定要吃个晕船药，不然它尤其是它出海的时候非常晕。我们昨天2个人就是没吃晕船药，就直接躺在床上。因为它其实兜佛湾是一个很长的湾，它快要到出海口的时候，那边浪很强，但是那边生物多样性是最丰富的，什么海狮、海豹、一堆企鹅什么的都在那附近。而且有一些人幸运可能还看到海兔的，对对对。但是我们昨天是好像还好没看到。它的这个行程其实我觉得很充实，对，很充实，但我觉得蛮推荐的。下船了。如果你有机会来到纽西兰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你一定要安排一次道佛峡湾的船宿之旅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真正的融入大自然，感受它的宁静与壮美。这绝对会是你在纽西兰之旅中最难忘的回忆之一。如果你的行程比较紧凑，时间有限，那我会建议你们先去最经典、最知名的米佛峡湾看看，保证不会失望。但如果你有比较多时间，真的非常推荐2个都安排，感受那截然不同的壮阔与宁静，真的会一辈子难忘。原本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天气，没想到这段旅程，老天爷竟然给了最完美的安排。米佛峡湾的滂沱大雨，让瀑布呈现出最磅礴的样貌；道佛峡湾的晴朗黄昏与微雾清晨，又恰如其分地衬托了当地的自然节奏与动物生态。这种种的刚好，不是计划可以写出来的，而是旅行本身的奇迹。离开峡湾的那一刻，我们没有留下遗憾，只有满满的敬畏与感谢。大自然没有安排给我们最好拍照的天气，但它给了我们最值得记住的风景，而这也许才是旅行真正的意义。好了，那喜欢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